PLTR 财报出来之后暴涨了17%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 PLTR 涨这么多呢？现在还能够买进 PLTR 股票吗？嗨，我是楚胖，你也可以叫我小邦。今天这集影片会跟你分享 Palantir 这一季的财报到底有多好，为什么一出财报就暴涨了17%？现在股价快要20块了，还能买吗？应该要继续持有，还是卖掉获利了结呢？这集影片会分成3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我会先来聊一聊这一次的财报，第二部分呢是法说会的2个重点，第3部分我会分享我对 PLTR 的看法，以及现在到底该不该把它卖掉。那因为这是过年前的最后一支影片了，下一集就要等到年后，所以我想要在今天影片的最后抽出一个1000块的红包，算是一个宠粉计划啦。虽然金额不大，但是心意很满。想要抽红包的朋友，那就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OK，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一下 PLTR 的财报。我先讲结论哦 ，PLTR 这一季的财报真的是超级好的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我会给它95分。这一季 PLTR 的营收呢，来到了6.08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0%。在上一个季度的时候啊 ，PLTR 预测的第4季的营收是5.99亿到6.03亿美元，所以这一季很明显是超过了预期的。然后呢，2023年一整年的收入是比去年成长了17%，来到了22.3亿美元，这也比 PLTR 原本预期的来得高出一些哦。那熟悉 PLTR 业务的人呢，应该也都知道 PLTR 的客户可以分成商业客户跟政府部门客户。过去1-2年，我想很多人都很担心 PLTR 会过度依赖政府部门的客户，万一政府部门掉单了，万一政府不想要再用 PLTR 的产品了，那 PLTR 的营收就很难再持续增长。所以很多人都在观望 PLTR 的商业客户数量会不会持续的增加，因为只有商业客户数量增加， PLTR 的收入才有可能会稳定成长。那你可以看到 PLTR 事实上它的总客户数量呢是每一季都在增加的，去年第4季只有367个客户，2023年第4季成长到了497个客户，足足成长了35%。其中呢，商业客户的数量增长了44%，从260个客户增加到了375个客户。那来自于商业客户的收入呢，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32%。来自美国地区的商业客户收入则是成长了70%。那来自于政府部门的收入呢，是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1%。来自于美国地区的政府部门的收入则是成长了6%。你也看到了，其实不管是商业客户还是政府部门客户的数量，都是一直有在增长的。这也是为什么 PLTR 今年的收入会比去年好的原因之一。那除了收入成长以外呢， Palantir 的毛利率也一直维持在一个很不错的水准。Palantir 在过去6个季度都是维持在80%到40%的毛利率，表现得非常的好。再来呢， PLTR 这一季的净利也算是非常的不错哦。这一季的净利来到了96913，将近是去年同期的3倍。那除了净利非常非常好之外，还有一个我也觉得很值得拿来说一下，就是虽然今年的第4季跟去年第4季的净利都是正的，看起来好像都是有赚钱的，但是去年第4季跟今年第4季其实有很大的差别。去年第4季的营业利润是负的哦，是负的17826。换句话说呢，去年第4季 PLTR 本业实际上根本就是还没有开始赚钱的，当时它是靠着业外收入来把这个净利撑起来的，也就是这个 Other Income 44637，有这个业外收入，净利才会是正的，去年第4季净利才会是正的，公司整体才是看起来是有赚钱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个 Other Income 业外收入拿掉，去年第4季 Palantir 明显是亏钱的哦。当时 PLTR 完全是靠这个 Other Income 业外收入才撑得起净利的。那今年第4季就非常的不一样，今年第4季的营业利润是正的65794，不像去年第4季是负的哦，表示今年第4季在本业上面本来就是有赚钱的哦。虽然 PLTR 今年第4季的业外收入还是蛮高的，但是呢，就算没有这些业外的利息收入，它这一季还是赚钱的。这一季的 Net Income 是96913，假设我们把利息收入44545拿掉， Palantir 这一季还是有赚钱的哦。所以你可以说2023年第4季 Palantir 是用业外让它最后的净利变得比较好看，但是你绝对不能说它是靠业外收入撑起来的，我觉得这个差别很大。那以一整年来看
看也是一样的 ，POTR 2023一整年的净利是217375，就算把这个业外的利息收入132572拿掉 ，Palantir 2023年还是赚钱的哦。但2022年的营业利润就已经是负的了，它已经是 loss from operation 了。去年本业根本就不赚钱，但是今年是开始赚钱了。这就是我觉得 POTR 今年财报最大的一个亮点，也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啦。因为 POTR 实在是比去年进步太多了，也比上一季进步很多。那一直以来呢，其实我都很在意进步这件事情。公司有没有持续的进步，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尤其是我在挑股票的时候，我会非常坚持，一定要找到有在进步的公司来投资。目前赚的不多都没有关系，重点是公司的客户数量有没有增加，营收有没有变高，以及获利有没有持续的增长，这些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本身有多好，本身有多烂，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一家公司有没有在进步，这个才是我觉得真正重要而且可贵的地方。就好像爬山一样嘛，就算再累，只要一步一步往前进，总有一天也能够达到山顶，看到那个最美丽的风景。重点就是往前进步。为什么有一些人出社会工作了10几年，薪水还是一样低？为什么有些人出社会2、3年，薪水就翻倍了？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学习，在精进自己，让自己不断的进步。那买股票其实也跟人生一样，真正的潜力股是那种一季比一季还要好，一年比一年还要更进步的公司。有一些公司财报都维持在一个蛮不错的水准，但是都没有什么进步，那这种公司我就不会想要去投资它。有一些公司是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很赚钱，但是你看过去几年它是一直有在进步，一直有在成长的，那我就会觉得它非常有潜力，我就会很想要投资它。不过要挑选到很有成长潜力、体质又很优秀的公司，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光是了解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就很不容易了，更何况是像我这样子去看财报，这个中间有太多的事情要去评估了。我真的很难在这个10几分钟的影片就跟你说明清楚，但是我又真的很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去投资那一些有成长力的好公司，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免费41分钟的影片。这个影片会教你如何透过财报去找到一些有潜力、体质又非常优秀的成长股。那这个影片目前已经有将近1000人领取了。如果你也想要透过财报找到体质非常优秀的好公司，立即到下面资讯栏点击连结，索取我为你准备的影片吧。OK， 那按照惯例呢，在财报的最后 ，POTR 都会给出他们的财务预测。POTR 预测2024年 Q1 的营收将会来到6.12亿到6.16亿美元，营业利润会来到1.96亿到2亿美元。那2024年一整年的收入预计会是26.52亿到26.68亿美元，营业利润会是8.34亿到8.5亿美元。然后接下来的这个4个季度呢，都会是净利的状态，也就是都是赚钱的啦。那从这些财务预测，你就可以看到说 POTR 未来还是一定会持续进步的，不管是营收还是净利，基本上都会持续成长的。那这个就是财报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法说会哦。这次的法说会有2个重点，我觉得比较值得拿出来讨论一下。第一个重点就是 POTR 透过 AIP 这个新产品的推广，成功扩大了潜在市场，获得了一些新的客户，同时也将许多现有的客户转换成更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。POTR 从去年中开始就展开了这个 AIP Camp、AIP 训练营，提供很多企业来参加，并且使用 AIP 这个产品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就成功吸引到了非常多的新的客户。当这些客户体验到Palantir 的产品好像蛮好用的时候呢，他们可能就会愿意继续使用 POTR 的产品，或甚至是使用 POTR 的其他产品，并且跟他们签署更长期的合约。例如说，美国的一家大型消费品控股公司就引入了 POTR 的 AIP 这个产品。那同时呢，它也在去年的12月跟 POTR 签了另一份为期5年、价值1900万美元的合约。那这个就是推动 POTR 营收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案例跟记录啦。透过 AIP 训练营，不仅可以吸引到一些潜在客户，同时也可以让一些旧有的客户转换成长期的合作伙伴，提高它的合约的金额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季 POTR 它的营收会成长那么多的原因之一啦。第二个重点就是 POTR 预计2024年第1季的费用会增加，但是呢，他们仍然会专注在把全年的费用成长调整为低于收入成长，以继续实现获利的目标。也就是说呢，明年 Q1 开销会变多，费用会增加，但是 Palantir 会想办法让收入的成长幅度大于费用的成长幅度。不过这当然也是 POTR 自己的预期啦，不代表未来就一定会是这样。我们还是要持续去关注 POTR 的表现，持续去看它的财报
是不是真的有像他们预期的这样。好，那看完了 PLTR 的财报跟法说会的重点，接下来我就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好了。基本上 PLTR 的财务状况真的是越来越好的，包括客户数量、实际的营收、获利、毛利率跟净利都是一直有在进步的。我觉得是整体来看下来是真的都是很不错的。再加上从法说会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经营上面其实 Palantir 对于它的未来是非常有信心的，未来的潜在客户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，获利能力应该也会持续的成长。那前面我就有讲过，我非常在意公司有没有进步这件事情，因为公司有进步就代表它有在成长，有在往前走嘛。那这样子的公司长期来讲，在股价上面它比较有机会会一直上涨。所以我个人以现在的状况来说的话，我是不会把 PLTR 股票卖掉的。虽然说它已经从6、7块涨到现在快要20块了，但是我还是会继续长期持有下去，因为 Palantir 的财务状况跟经营状况都还是蛮好的，收入也越来越稳定，整体也是一直有在进步的。除非 PLTR 开始衰退，财务表现越来越差，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强的竞争对手，否则我应该是会继续长期持有下去，不会把它卖掉的。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，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，你在投资股票之前还是要谨慎的去评估，毕竟没有人可以为你的损益负责。好，终于讲完 PLTR 了，最后我来讲一下大家最期待的抽红包的方式好了。完成以下3个步骤呢，你就可以参加抽奖咯。首先第一步就是完整看完这部影片之后，帮这支影片按个赞。第二步就是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没有订阅的人赶快订阅哦。第3步就是在下面留言一句吉祥话，加上一个表情符号，例如祝肖邦新年快乐，财运隆中来，然后加一个笑脸的符号，这样子就可以参加抽奖了。然后我会在下个礼拜3 2月14号初5中午12点抽出一个幸运儿，得到这个台币1000块的红包。到时候我会直接在你的留言下面回复你中奖了，所以一定要留言才能参加抽奖哦。那今天这集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集影片见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！